哈喽，健康永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佑丽。今天我们不聊远的，就聊聊你手边那张可能被夹在皮夹里，偶尔拿来搭公车的身心障碍证明。你可知道，它不只让你买票省一点钱，更藏着许多家庭急需的隐形资源。很多人以为这张证明顶多就是停车方便一点，门票便宜一点。如果你也这么想，那你真的亏大了。这张纸不是一张普通的卡片，它是政府交给你的权利凭证，更像一把能打开资源宝库的钥匙，里面有各种补助、减免、服务，超过90%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它们存在，或者知道却从未去申请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很多家庭一听到申请就头痛，觉得手续繁琐，表格难填，规定看不懂，乾脆放弃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些福利本来就是设计来支持你的，从每个月可以直接汇进户头的现金补贴，到水电费打折、医疗看护补助，甚至未来遗产税可能省下数百万元，都是实实在在的帮助。今天，佑丽就要担任你的福利导航员，把这些复杂的资讯整理成清晰的3大部分。第一是直接拿钱的补助，第二是日常省钱的减免，第三是需要时可以申请的服务。内容非常实用，建议你点赞收藏起来，随时回头查看，花10几分钟了解，很可能改变你一家人的生活品质。在我们开始细看各项福利之前，我们先来把整体架构搞懂，不然资讯那么多，听起来容易乱掉。基本上，政府给身心障碍朋友的所有支持，可以简单分成3大类，你只要记住这3类，心里就有张地图了。第一类叫做一般性福利，这类最直接，就像游戏新手礼包一样，只要你有身心障碍证明，马上就能申请或享受，包括现金补助、税费减免、交通优惠等等，是每个家庭都该先了解的基本保障。第二类是需要时主动申请的支援，这类不是自动发放的，而是当你生活中遇到具体困难，比如辅具旧了想换，想找工作但没方向，这时候你要自己向相关单位提出需求，他们会评估你的状况并提供协助。第三类是经过专业评估转介的长期服务，这类通常是针对需要日常照顾或特殊支持的朋友，比如日间照顾、喘息服务、社区居住等，需要由专业人员评估后，再帮你连接到合适的服务单位。好了，这3大类的结构大家清楚了吗？那我们就从最多人关心、最实际的一般性福利开始讲起。首先来看，你每个月到底能直接领到多少钱？我知道对很多家庭来说，最立即的帮助就是现金补贴。我们这就把2笔主要能入账的钱讲清楚。第一个叫做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津贴，看名字就知道，这是用来补贴日常开销的，但它不是人人有奖，必须符合几个条件，请你心里记一下。第一，你要有有效的身心障碍证明，这是最基本的。第二，你人要实际住在户籍地，不能户籍在 A 地却常住 B 地。第三，1年内在台湾要住满183天，长居国外的朋友可能就不符合。第四，你没有在接受政府全日住宿服务补助，意思是你如果已经住在24小时照顾机构，并且政府补助了费用，这笔生活津贴就不能同时领。第五，也是关键的一点，你的家庭总收入跟财产必须符合当地标准，这个标准各县市每年都可能调整，所以一定要去户籍地公所问最准。那到底能领多少呢？金额是浮动的，主要看2个因素，一是你的障碍程度是轻度、中度、重度还是极重度，二是你的家庭经济状况属于低收入户、中低收入户还是一般户。根据目前最新的参考资料，补助金额大概分为这几种，但佑丽必须强调，实际金额以各县市当年公告为准哦。如果你是低收入户的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者，每月最高可能领到接近9485元。如果你是低收入户的中度或轻度者，每月大约5400多元。如果属于中低收入户或符合标准的一般户且未重度以上，每月也是5400多元左右。至于中低收入户或一般户的中度与轻度者，每月则约4000多元。你看，光是这一笔，每个月就可能多出几千块，对家庭开销绝对有帮助，千万别觉得麻烦就不去申请。第二笔能直接领的钱叫做身心障碍年金给付，这属于国民年金保险的一部分，性质跟生活补助不同。国民年金是社会保险，平常有缴保费，等到符合条件时就能按月领取年金。简单说，如果你在参加国民年金期间，因为疾病或伤害导致重度以上且无法改善的身心障碍，就可以申请这笔给付。
目前最低保障金额每月约5437元起，如果你过去缴费年资长，领到的还会更高。我帮大家画个重点，生活补助是看家庭经济状况，属于社会福利，年金给付是看有没有保国民年金，属于社会保险，两者性质不同，符合资格的话都可以去了解看看。说完直接拿钱的部分，我们接着看这张证明能在日常生活中帮你省钱的项目。你要知道，省下来的每1块钱都等于多赚1块钱啊。一般性福利里包含许多减免，涵盖医疗、住屋、交通、税务等方方面面，我们一项一项来看。首先是医疗与照护费用补助，如果你是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户，生病住院时自付的医疗费用可以申请补助，住院期间若需要请看护，看护费也能申请补助，不过一样会审核家庭经济状况。再来是水电费减免，这点很多人不知道。如果你家里因为健康因素需要长期使用高耗电医疗器材，比如氧气机、呼吸器、电动拍痰器等，这些多出来的电费是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的，能减轻不少负担。在住房与创业福利方面，如果你名下没有房子，想买房或租房，政府可提供贷款利息补贴。如果想创业，不管是租店面还是买设备，也有相应的贷款或租金补助，不过这些同样会审核家庭总收入，不是人人都能申请。接着是税务减免，这块超级重要，是国家实实在在的支持，大家一定要搞懂。第一个是个人综所税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，每年5月报税时，只要你或你抚养的亲属有身心障碍证明，就能在计算税额时多扣一笔钱，目前每年扣除额约20多万元，这代表你的课税所得变低，要缴的税自然就少了。第二个是遗产税特别扣除额，这力度非常大，如果过世者的配偶、父母或直系子女中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者，计算遗产税时可以额外扣除一大笔钱，目前额度约693万元，对家庭财产传承影响巨大。第三个是车辆牌照税全免，这是很常用的福利，一张身心障碍证明可免止一辆车的牌照税，但有2个条件，一是排气量需在2400cc 以下，超过部分仍要缴税；二是如果身心障碍者本人无驾照、无车，车子可以登记在配偶或同户籍的2等亲名下，只要用于接送你，同样能免税。最后在交通、娱乐与学习福利方面也有不少好康。交通上可申请专用停车位识别证与专用车牌，搭乘台铁、高铁、客运、公车及国内航班，你与1名陪伴者通常可享半价。许多县市还会发放爱心卡，每月储值点数供免费或优惠搭乘在地公车捷运，另有富康巴士提供预约式点到点接送，费用低廉，但通常对障碍类别与等级有限制。娱乐方面，进入国家公园、森林游乐区、公立风景区与文教机构，你与1名陪伴者多半可享免费或半票。学习方面，政府设有无碍易学数位平台，专为15岁以上身心障碍朋友提供免费课程，帮助跨越学习障碍。你看，光是第1类一般性福利就这么丰富，对吧？但很多家庭可能还会遇到更个别的需求，这时候就要知道怎么寻求第2类与第3类的支援。当你遇到具体问题，比如辅具旧了想换，想找工作却没方向，就需要主动联系第2类的服务窗口。我帮大家整理出4个主要单位，请你一定要记下来。第一个是身心障碍者需求评估中心或服务中心，你可以把它想成政府为身心障碍朋友设的总服务台，任何关于福利、政策、困难的疑问都可以先打去这里，他们会引导你下一步该找谁。第二个是辅具资源中心，专管辅具评估、租借、维修与补助申请。这里有个重要观念，身心障碍朋友有2个钱包可申请辅具补助，一是身心障碍辅具补助，每2年约4万元；二是长照 2.0 辅具补助，每3年约4万元。两边的钱可以同时拥有，但同一项辅具不能重复申请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今年用身心障碍补助买了轮椅，在它的使用年限内就不能再用长照补助买同样的轮椅，但你可以用长照补助去申请另一项身心障碍补助没涵盖的辅具，灵活运用就能最大化资源。第3个窗口是职业重建服务窗口，专为15岁以上有工作意愿的身心障碍朋友服务，提供职业辅导评量、技能训练、就业媒合，甚至陪你面试，还有职务再设计，帮你调整工作环境或流程，让工作更顺手。第4个是长期照顾管理中心，也就是照管中心，很多人以为长照只服务老人，
其实身心障碍者也是长照 2.0 的对象，无论居家服务、日间照顾、家庭托顾或喘息服务，只要符合失能标准，都能透过照管中心申请。以上4个窗口就是你解决具体问题的好帮手。最后我们来看的3大类服务，这些通常是长期、日常性的支持，需经过专业评估后由政府转介到服务单位，就像你生活中的后援部队。首先是生活与居住服务，有生活重建中心，帮助后天因疾病或意外导致障碍的朋友适应独立生活，训练自理能力并提供心理支持。有自立生活支持服务，以你为主体，由支持员协助完成你想做的事，目标是让你在社区中自主生活。还有社区居住，让几位身心障碍朋友一起住在普通公寓，有辅导员从旁协助，学习打理生活，融入社区。其次是日间与照顾服务，有一种服务是给有自理能力但尚未准备好就业的朋友，白天在据点进行简单手作、休闲与学习。另有日间照顾中心，像托老所一样，白天送过去参加活动、复健、用餐，傍晚接回。还有家庭托顾，把家人送到合格照顾员的家里接受照顾，环境更家庭化。最后是临时与短期照顾，也就是喘息服务，让常年无休的照顾者能暂时休息，可以申请照顾员到家协助，或让家人到机构接受短期照顾。此外还有特殊辅导与复健服务，例如心理重建服务，提供面对面咨询与行为辅导。针对有情绪或行为困扰的朋友，有专业团队介入协助。还有婚育辅导，协助处理恋爱、婚姻、亲子教养等问题。针对第1类精神障碍证明者，另有康复之家与社区复健中心等专门服务。最后佑利要特别提醒，工作是每个人的权利，国家法律明文保障身心障碍者就业权，公司立单位达一定规模者需禁用一定比例身心障碍员工，请别忘记自己的职场权益，勇敢追求适合的职业生涯。好了，健康永驻的朋友们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明白，这张身心障碍证明不该是一个标签，也不该是负担，它是国家社会给你的支持与权利，更是通往各种资源的通行证。请你主动了解，勇敢询问，不要怕被拒绝，也不要怕麻烦。这些资源本就是为你准备的，你完全有权利使用它们，让自己与家人过得更有品质，更有尊严。如果这篇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你点个赞，并分享给需要的人。你的小小举动可能帮助一个家庭走出困境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感谢你的耐心阅读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